嗨，这是我老弟，这是我老姐。就是上次看完他们那个圣诞节，我感觉后劲儿还蛮大的，蛮大的。然后我当天晚上还听那个啥，他们唱就是孔唱的那个歌，那好像是首老歌，就只有原唱，但是没有孔唱的版本。然后我听了好久。咋样嘛？唱的有什么区别吗？那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我觉得孔唱的好好，就那个配音演员，而且我就好高兴，就是孔他有了一个新的别样的生活，就是你看他之前就是生活都是非常的压迫，大家都是狂卷狂拼嘛，感觉都没有什么很愉快的回忆。但是你看来了这儿，然后呢，他现在成为这个教练了之后，感觉就是有了一群伙伴。你看当时在 KTV 的时候，是有了跟他可以一起庆祝节日的朋友们，也有很多欣赏他、肯定他的人，我就觉得好为他感到高兴。我觉得这作者还挺良心的，要是换到别的作者，可能都就是吊着你了，到时候最后一集再把孔写稍微好点。我觉得还挺，我觉得。有时候写角色它不是在于好不好，就是在于这个，就是你不一定所有的刻画都一定是最终是好的一个结果嘛。它有时候就是可能一个角色它的结果并不是很好，但是它的角色塑造是很成功的。这一集也是看到了一些就是 Mr. 小泉他的这个背景故事，还有封建。对，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小泉。我们最开始不是还有那疑问吗？说为啥？哎呦，就是为啥一定要就是那么着重培养这个乐本呢？就是咱们一开始还以为就是单纯的就是觉得他有潜力，作为老师可能要着重培养，但其实还要藏着另一面故事，还有一些更深的原因。但是小泉也说了，他并不是为了利用他复仇之类的。所以小泉他就是以前跟他的老朋友在对决的时候放水了，就是像之前月本就是最习惯性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放水让球，所以这也是他之前提到的，就是他的遗憾嘛，他不想让月本也有这样的遗憾嘛。但是现在看到 Peko 他的膝盖也受伤了，就总感觉不会历史要重演吧？对啊，完蛋。对啊，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那膝盖估计也是可能受伤了，可能他那个我觉得爬楼梯爬的吧，膝盖那爬楼梯很伤膝盖。Yes。就是那个叫什么半月板吧，对，容易。我之前不但跳高还把那个扭到了。你不是膝盖扭到吧？你不是那个，我就是你不是脚腕吗？不是，我是这个膝盖，那个那个叫什么？我没在这儿。对，我还坐2月轮椅，坐1个月轮椅。百合姐看上去也是有点比较释然了，就是她没有再对封建那么执着的感觉。单相思。应该也算要结束了，但是最后他门口也摆了一束那个百合，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应该是封建送他的，就是他可能还是听进去了，就是什么今天是情人节之类的，也是他生日嘛，所以他还是回礼了，或者我可能我觉得那百合也就是没有那么深是吗？对，没有那么那啥，就是那倒不知道。我觉得封建他就是不去谈恋爱，或者是不去干那些可能会分神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也跟他的这个背景故事有关，就他要去贯彻他的这个理念，因为他有一定要完成的目标。你看他就是不断打乒乓球，也是为他的家庭。但我觉得百合姐自己心里应该也多少会知道一些，可能也觉得这样他应该知道自己没戏，是吗？对，自己可能就算有了，但是可能也不会得到他想要的那种就是爱情，所以呢，可能我觉得他还会选择那个粗眉哥。粗眉哥上大分了。粗眉哥其实还挺，我觉得就是心思还挺细腻的，就是他有观察到很多就是微乎其微的细节。当时我以为是个中国记者，你忘了咱俩？对，咱俩以为是记者就是打比赛，一看百合姐，天哪，这个男人有点东西，但不多。而且我觉得小泉老师真的也是一个，就是他的故事真的很令人心酸。就是他明明可以正手反手，就是都来回切换嘛，但是他在那场重要的比赛上，他只选择了就是全场打正手，就其实相当于放水了。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竞技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嘛，因为你就是不管比如说跑步啊、打乒乓球、打篮球，或者就是打乒乓球、游泳那种的各种体育竞技。可能你打小啊，一起训练，肯定就要有伴友吧，不管你是你邻居也好，你朋友也好，或者就是训练部，就是训练场所就是你一个比较熟悉的人，就是
到这种比赛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种就是同情心，但这种很难选择，你是放弃自己呢？你们在学校内部比赛的时候，不是对手都是自己的同学什么的吗？但在学校就是人情世故啊，人情世故。但是你说在那种比赛上吧，还真不好说。但是其实小泉他从最开始就说了，就是要全力以赴才是给对手的尊重嘛。毕竟月本他不是就不全力以赴嘛。虽然小泉自己心里明白的，但是他当时还是心软了。对。而那个风间龙就是他的那个朋友，他也真的是很人，就自己膝盖都成那样了，还是毅然决然的，就是直接上场，而且最后就小泉老师放完水以后，他自己还打的也很牛的呢，对吧？对啊，然后呢，还拿了非常好的名次，然后呢，最后他应该也很感激小泉老师。对。这季还有一个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月本他不断的在夜间跑步，然后配上那个很带感的 BGM。我有点没看懂，说实话。我觉得他其实他也有一些漫无目的，可能就是有些迷茫吧。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还处于就是他可能还不知道 Paco 重拾乒乓了。他小时候打乒乓就是受 Paco 很多影响，不是说啊我也想成为像 Paco 一样吗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 Paco 当时放弃乒乓的那段时间低迷期，我觉得就是月本可能就是也不是很高兴。这段虽然可以说是感觉好像是去找 Paco， 因为 Paco 他不是跟他等于说是分开了一段时间吗？不管是他 Paco 还有孔，他们现在都在还有封建，他们现在的路径都是岔开。百合姐就是他们每个人，我觉得都是有在自己的道路上努力着。你看这一集其实就能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每个人他们可能秉持的观念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最后为什么月本他又开始哼起他的小歌，就感觉可能看到 Paco 剪完头那个那个一群 Paco 感觉就是看到以后感觉哦，原来 Paco 还没有放弃乒乓球，自己可能心情也稍微高兴一点，我可能就这么认为。一坨 Paco 蹲着感觉跟那个黑帮一样，然后一群老弟把那个老大叫起来。对，我也觉得月本应该是看到 Paco 虽然没有跟他一起就是共同前行，但是他有就是重新有捡起乒乓，就是让月本有一些释怀，就是至少安心了。所以他又开始唱起高兴的小曲，哼起高兴的小曲。觉得学长就是慢慢这个关系也变得是融洽的。我一开始就觉得，哎，我其实月本有点，而且之前学长他们也不是很喜欢月本，就他们双方都是比较僵持。对。我好高兴看到他们就是也互相的融洽了起来，而且学长真的有为他着想，就是还帮他换球啊什么的。而且就是月本他跟教练的这个关系也有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发展嘛。最开始他很不满小泉，就是因为小泉他可能同意了就是封建他们那个学校来挖月本，但是月本其实非常看重小泉老师，他就可能觉得小泉老师怎么能答应呢？他自己也挺欣慰的，但是他还是选择这个小泉。对，我觉得最后就是他跑回来，然后又找到就是小泉老师在等他，我觉得可能就是和解了，就应该不会再有这个转学的事儿了。いよいよ個人戦の予選会も近いが、今年も本戦出場4人すべてうちが占める覚悟でいく。哎，你看到我这个头五颜六色。予選とはいえ辻堂の紺、片瀬の土本ら、本戦を上回る猛者の多いブロックだ。我也很期待孔的改变。絶対気を抜くなよ。いいな。这次月本得全力以赴了。对。但我觉得可能就是 Paco 可能会遇到他这个我觉得他怎么着都会遇到包的月本的，就是月本和 Paco。这个头卷头哎，一个飞机一个。那就是小斧头。単位計算してバックで決めてますから。お前片瀬だよな。はい。月本ってカットマンいいべ。はあ。せーの。50連勝とかっつう話さ。这谁啊？なあペコ。ああ、そうっすね。いや、うちの弟も高校で打ってんだけどよ。いっぺん対戦したらしいんだ。もう全然すげえって。人間技じゃねえって話よ。卓球続けてく自信なくすほど強えってな。はあ。ロボットと打ってるみてえなんだと。これおばば？マジかわいいじゃん。ペコにビールはダメだぞ。ジュースあったろジュース。お前初めて来た時母ちゃんの銅像写真撮ってたろ。ピンポンガール。哦，那就是欧巴。これが小泉さんで
これが海洋理事長風間のじいさんだ。ほんとだ。おーい、よしよし。ほら狭いね世の中。みんな幼なじみさ。飯食って早く寝ろ。それから母ちゃん、お前の膝心配してたぞ。母ちゃんも卓球やめたの膝痛からだからな。烦，扔了。大丈夫头已经なんだろうな。在疼了，怎么能是？おーい。ここで寝んなよ。哎呦，いつも風呂に入ってるのね。インターハイ予選、ポセイドンがマットを敷くって決まったみたい。発売促進のためだって。そして海王の選手はドラゴンっていうマット専用のシューズをみんなで履いてるの。リュウちゃんは自分のために卓球をするべき。他一直在为家庭打乒乓，不是为了他自怖い顔し己。ないで。そうか、星野はまだ卓球続けてたか。お前さんが手を抜いた分こっちがえれえ苦労したよ。这伯伯怎么说话这么淡定啊？啥都不说。わかった。そういうことなら彼も登録しておくよ。不思議とチームの辛抱厚い子だ。歓迎こそされ反感はないだろう。水田村に一つクエスチョン。そのおかっぱ頭の星野がね、次のインハイで月本に勝つ確率ってさ、どれくらいあるの？てめえが見捨てた選手じゃねえかよ。答えになってないよ。確率云々は苦手だね。あの子は他と比べられないんだよ。だから見極めにくい。しかし才能だけで言うなら海王の風間隆一ははるかにしのぐ。そいつだけは確かだ。哦，さあ。所以 Peko 能打赢封建。哇，刚刚感觉像是月亮，这太压抑了。哦，是不是让自己的那个呼吸的还那个有限一点，这样就更能锻炼？私は強くなる。父より、おじじより。天呐，封建，就是感觉他一直都是为自己家庭还有家庭的尊严在就是奋斗，他就感觉他并不是真正在享受乒乓呀，或者说是为自己而战。我感觉他才是真正的 smile， 都没笑过。他也很酷啊。哦，这个最乐观的还是 Pickle， 虽然他有时候啊很想死，但是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OK， 又打比赛了。おい、あれ月本誠じゃねえか。本当だ、片方の月本だよ。月本直接杀疯了。誰か待ってんのかね。是 Peko 吗？今の月本だぜ、片方のよ。へえ、あれか。おーい、月本。そろそろ中入れ。なんだか様子が違うぞ。哇，好多卤鸡蛋。蛋，来た。すげえな。なんちゅう这是頭じゃん。光头。哇，粗梅哥感觉心情都很不错呀。今年もやっぱしあれ不知道かね。百合姐会不会来？上位4人は全員彼らで決まりかね。百合姐上集不是说好像她要走了吗？ほれ、あいつ是不是去英国了？去英国学 F1是吧？ドラゴン、卓球ロボ学飙车月去了。本のデータインプットして練習してたって噂だぜ。啊，那粗梅哥怎么办啊？他去英国那不就没有办法？我觉得他也没有接手图。哦，就是那个 Dragon 的地毯。マット。床にマット敷いてあっぞ。わかんねえな。滑るって言われりゃ滑る気も。どんだけ。いって滑った。マジかよバカ。お前いつも転んでんだろバカ。風間がマット専用シューズは全然違うって言ってたろ。バカ CM だろバカ。表で売ってたよな。这也太好营销了。26.5。はいどうぞ。这个也世界のグラウンドはマットだ。又这个。这广告是吃人广告一样。
一点也不像运动鞋，像那个进。世界へ飛び出せ。世界初マット専用シューズ。这么有钱。应该也是他爷爷的经销トーナメント表を見てきたよ。策略。ご苦労さん。マットは多分関係ないよ。大声。マットと床でシューズを変えるプロ選手はいない。販売目的で煽ってんだ。それでどうだった？スマイルどこ？小泉と競技場だけどね。なんだよ、一声かけてやりたかったぜ。おい。トーナメント表。1回戦は知ってる1年坊で楽勝なんだけど。はっきり言いな。おいペコ、お前の2回戦の相手誰？コン・ウェンガだ。我都不想他们输，他还在看飞机。怎么了，文革？想家了。啊，想家。不是，他没走呢。没呀，他不是留在日本吗？不是，我说那个。哦，那教练应该只是回去过节之类的。スマイルは？スマイルと当たるとすれば決勝だ。奴の邪魔といえば。哦，这么多都能拍到孔文哥。あとは敵じゃねえな。做的。強いのそいつ。别搞啊哥。别搞，孔的第2轮就。哦，说起来，那个阿库玛他应该彻底就不再打乒乓了。哦，阿库玛应该不会再就是在工地等你。啊，那孔怎么办啊？第2轮我都不想让他们输。我觉得孔要输了，因为 Pico 肯定会和那个月本有一战，确实。哎，那有没有淘汰赛？那有没有复活赛啊？乒乓哪有复活赛？不是，就那种排列，1对1肯定得有吧？我觉得不一定。就这么说，你可能不信。这都第8集了。我们学校现在已经能应付少队伍了。哦，但其实可能其实看也有可能就是文哥说的他其实也不是很在意可能就是他的那些队员们。团体赛的话，准能冲到前面去。太好，我好想控制。那有没有可能教练和球员对上啊？我知道你准行啊，文哥。今年的头牌最有可能的，还是封建龙一吧？应该是吧。不过今年有一个人可能不好对付，还记得吗，教练？月本城。啊，那个戴眼镜的。会是一场龙争虎斗啊！我想看那个文革和龙，那个封建。首先是强，然后就是全国联赛。我是绝对看好你啊！结果发现第2轮就没了。哎呀，哪怕是那么一回，真想赢封建一场，然后就可以买机票回家了。好啊，肯定行，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字正腔圆。这个全员都穿了这个鞋，我感觉。私にシューズは関係ない。为了营销感觉。風間がはかんで俺らだけ履いとったらかっこ悪かばいね。私は中国にいる時からバタフライを履いている。マットもフローリングも靴は買えないよ。本当？買っちゃった。でもいい靴を履くのはいいこと。みんないい靴履くべき。好球。おい、今夜ドラゴンはマットシューズ履いてないぜ。風間が？マットは気にならんのかね？はい、気になります。強者都不在意。それより戦術的なアドバイスとかないのですか、先生？ないよ、そんなもん。いいよ。私の知る限り、君は最高のプレイヤーだよ、ミスター月本。君の勝利を私は確信している。哦。打ちかましてくれ！太陽削れ！第1场是谁打？第1场他先是打那个海王的可能。哦。你能这样转篮球吗？可以一点点。一捏，啪！一起来跳支舞吧。哦，步伐的不是那个并步的哇，就是哇交叉这种。好。だどもドライブ。
我还在转呢，还在转。哦，哇，这个旋转，哇，这个视角跟那个子弹似的。对，球太快了。11比，我猜11比2。全くハサタだね。恋が世界レベルが。やっと海王のレギュラーさ慣れたのにデビュー戦が恋が。毛利。才能が。毛利。侦探吗？我怎么感觉他有点像那个海先生啊？真的要11比2了。你看吧，海王が先知遅れてきたせいかもしれねえからな。先知套个牛。鼻から誰もわ你看吧，11比2。我觉得他那个心态有点像那个那个看海歌，海山歌。海山歌。这就是 Ocean 吗？哦，这个好可爱啊！我再来封建。哦，第二轮。哦，隐身，可别吧？带着那个国王的那个这个吓人啊！是吧？哦，他又把自己带到厕所了。やったー、勝ったよ！ありがとうゴンさん。まだ1回戦よ。他们这是团体吧？だって相手は南高の東だぜ。バカ、俺だって北高のやつ倒したんだぜ。いいか、ちゃんと練習すればみんな強くなる。孔现在也是在一个团体里。我觉得孔融入还非常不错。我觉得输比赛其实还有团体。それない。嘘、わからないね。才能どこか眠ってるかもよ。啊，这第1集的时候也有英雄参上。刚开始还挺什么玩意儿？又要来拯救他了吗？英雄。是天使。你怎么知道是天使啊？你已经被剧透了。什么？我看的小说07。哦，那没事了，我说的没事。不会是海贼王吧？ Oh no！ 天哪，完了，又被吃到米加勒吗？日本是竖派，还在反面贴奖，这小子。搞我呢。嘿嘿，リニューアルされてんからよ。そこんとこよろしくだぜ、刚。哇，敲球。这是月本的第1场吗？我都出汗了。那不应该。那全力以赴嘛，肯定得出汗啊。そうですね。那个是什么头？全てが桁違いだ。龍一。ああ、オス。どうした？12番台。コンウェンガ。はい。よく見ておけ。間違いなく上で当たる。それはどうでしょう。彼、ファーストを落としますね。アウト。10-7、星野選手。なんか星野、誰だよ。わかりません。今頃コンの頭の中はパニックだろうぜ。なんせ1年前にスコンクで吹っ飛ばした相手なんだからね。这小子真的是1年前那个西瓜头吗？完全不一样。正手，他的球反手不精。认错人了。正手。好快！没错，就是他。反手的缺点还没有克服过来。反手不精吗？为什么不用反面？脚步松散。不就是为了这个才贴的胶吗？他会不会反面？到底会不会啊？根本没有反面，文哥，别让他的球拍吓着你。哎呀，他还没有学会用反面打球呢。好啊。你好。你好。你小子，行啊。哦，そこだ。反拍了吧？这是出其不意。11-8、ゲーム2、星野選手。今度ゲーム取られたぜ。あのペンホルダー裏使ってんぞ。片方星野、データ洗い直せよ。フォアみてえなバックでしたね。あの野郎、裏面はまず格下で試せったのに。はったりなんてのは相手が一流であるほど聞くんだよ。愛してるぜ。試合中だよ、月本選手。他是在关注 Peko 吗？すみません。わ
帰り。哦，Paco 就是他的英雄。哦，我全场观众啪啪。おや。哇，这个手反手拧拉。まったくなんて子だよ。見る見る間に成長して因为 Paco 本身也就很有才华。あの子にとっちゃ遊びなんだろうよ。人の背中に蹴ってあっという間に駆け上る。孔真的是努力比不上这个天赋。妥当だろうな。ええ。しかし。シュッ。シャー。ナインシックス星野選手。覚えてるかあなた。私と初めて試合したあなた。你反手不接，正手无力。私から。シェーシェーだぜ、コンさん。あんたのおかげで、おいら一つ強くなることができたよ。让他见識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哦，这就是他的英雄。哦，原来如此。哦。才能か。もう済んだのかね、ミスター月本。ええ。さすがに早いな。見てくださ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か。なあ、どうせ勝つ試合だ。这就是绝对信任。負けましたよ。え？冗談ですよ。星野ですね。ああ、彼面白い卓球をやっているよ。裏面ドライブだ。なんだ見ていかないのか。どうせ勝つ試合です。アウト。10-7星野選手。こいつは来るぞ。いい子だ。早知道就去欧洲定居，去瑞典，去德国，哪儿不好？首先是进4强，然后就是全国联赛。日本啊！哦，但是有了。封建就交给你了。啊？机票拿好了吗，文哥？文文，我等着你回来啊。哦，像飞机。星野選手。他都没法跟凤坚打了。ピンチの時にはオイラを呼びな。心の中で3回唱えろ。哦，就是他跟他说的。ヒーロー剣山、ヒーロー剣山、ヒーロー剣山。そうすりゃオイラがやってくる。原来如此。ピンポン星からやってくる。哦，我好难过呀，孔。其实就是，尤其到孔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就是有很多跟第一集的一个对称嘛。就是也有一些就是第一集他说过的台词再次的浮现，还有当时第一集的一些场景，包括飞机也再次出现什么的。但是他这一次再说到飞机啊、回家的票啊等等，却是一个不一样的心情了。他会笑着对 Paco 说：“封建就交给你了。”因为他还有其他的球员。对啊，我他是这个教练，我觉得挺可惜的，但是也挺期待 Paco 后面的发展。我很喜欢那有一格就是回家的飞机，然后呢下面那一格是就是为他加油的，就是他的学生，也不是学生，应该算学生吧。他的同伴吧。同伴孔虽然他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天赋吧，但是他就是也还是被就是赶出了这个队伍。当时在国内的时候，他这次在日本，他妈妈中途也来看他了。我觉得就是他很多的，就是心愿也算是有一些回应了。对，我其实觉得其实也就是还行，
也没有很难过，确实，因为他妈妈也来过这儿看了，也完成了一些他心愿，陪过他过完节。其实我觉得也挺暖心，还有他的一些同伴，其实他收获了一些朋友。对，就是其实他从他来到这儿，到现在输了第2场，其实心态也有很大的改变，也获得了很多。而且说实在的，就是孔，你看他其实，我觉得训练他的这个技术啊、资源啊是比较有限的，毕竟他是过来训练别人的。就我觉得他的这个训练强度应该是可能比不上像封建啊、月本啊他们这种就是1对1高强度的那种训练。有限时间内才能训练自己，一般都是他教别人的。我也很喜欢他，就是一直都还在戴着那个项链，然后呢，在最后的这种关头，他也想的是自己的这个家人。大家每个人他们对乒乓球的这个理念都不一样嘛，但我觉得就是他的母亲就是孔对于这个乒乓球的这个信念感的来源嘛。不管封建他是为他自己家人打球，还是 Peiko 就是有自己的梦想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还是或者月岛不是月本，这个你知道吧，就是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引路人，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毅力去继续打下去。而且你不觉得其实看了这么多集，孔他打球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心态不是很好。靠！那倒不是，就是我觉得他的心态有点容易就是被影响，就是这个还是需要多加练习的。尤其在这种比赛场，尤其是更高难度的比赛场上，那种压力还有心态的调整，往往就是决胜负的那一点关键。这一集里，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 Peiko 那个英雄参上，哇！我当时第1集我觉得还挺懵的，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搞什么鬼呢？后面也挺懵的，说英雄参上，我又不知道它来源在哪。结果发现，我之前也说过，他可能Peiko 就是他的英雄，但是也没想到那个英雄参上那个 robot 就是他。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最后闭环了。对，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就是 Smile 他会那么在意 Peiko 他是不是还在练乒乓球等等，因为毕竟就是 Peiko 他拯救过 Smile， 所以呢月本他还是很在意自己的英雄的。那对于 Peiko 来说，之前的阿库玛也算他的一种英雄。Peiko 也说是孔让他理解了什么是飞翔。你还记得他跟阿库玛在那个桥边的时候，不是也说到就是看到天上的那个鸟，就是说有人想飞都飞不起来然后呢有的人能飞但却不想飞。对啊，他有才能啊，Peiko 是有才能的，他是能飞起来的。这个还挺细节的。我真的挺为孔感到心酸的吧，就是尤其是其实他第1集的时候不就说吗？他这种有自信没才能的人才是最可悲的，还是什么呢？我觉得特别妙的就是他那个乒乓球最后不是就是这样转场又变成了那个飞机。但我觉得到了这一集，其实就是孔他也象征着他另外一个起点的开始嘛，就是有点像又要再次起飞的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因为孔他已经放下了一些了，释怀了，对吧？有一些释怀的，所以呢因为已经满足了。对，他会有一些新的追求了，对吧？也许是跟他的这些同伴有关，也许是他未来的乒乓的路也有可能。我觉得他的新的旅程、新的征程也才即将开始，就人生的第2部分，一个小转折。对，所以这个地方的飞机还挺有意思的。它不再代表不完全是回家，对，它也可能是往前看了。对，就是这有点东西啊。又回想到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月本不是有一段记忆，就是他被从外面锁在柜子里了吗？我觉得当时他等着那个英雄，可能就是 Peiko。乒乓球星赶来。对，他在等 Peiko 从乒乓球星赶来。我还很期待这个封建这一场比赛和那个。还有那个 Peiko， 我其实觉得封建会输，可能。我觉得封建也得输。他一直赢到现在。60连胜怎么玩呢？这包得输的，你信我。被 Peiko 1个反手打爆啊！我觉得确实可能最后还是会看到 Peiko 和月本的决赛，对那种感觉。然后月本直接拿下。但是我觉得月本应该不会放水了，这一回肯定他会跟前期有一个转变的。Peiko 其实也。
这2集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他这个球技进步的超级快。最后就是小泉老师看着这个2个学生，自己的学生在那打，也能从月本他一直以来对于不管是 Peko 还是小泉老师，就是对于周围这些人的这个心情，都能看出来他其实并不真的是一个冷血的机器，热血的机器。你还记得就是孔最开始第1集的时候跟 Peko 打的那场戏吗？就是说你反手不精，正手无力脚步松散，给他打怀疑人生了。就这还想跟我同台竞技，做你的美梦，然后那 Peko 就是倒成那个。这我想起来了，做你的美梦，做你的美梦。然后 Peko 直接倒了，然后第2天就说我放弃了，然后下一秒。然后突然精神倍儿精神，然后开始打起球来了。我觉得 Peko 真笑死我了。最开始指出的 Peko 那些打球的问题，到了这集都得到了解决。你看他反手精了吧？正手有力了，脚步不松散了。那这一阵面的 Ram 下来再见，拜拜。